财政局前局长，你先说说吧，大风厂员工下岗的安置费是多少？怎么解决？好的，李书记。经初步核算，大风厂1365名员工应付安置费4510余万，但是大风老板蔡成功已经破产，负债累累，没有什么偿付能力。说来说去，4500万。蔡成功破产了，还不上；山水集团不富，怎么办？解决不了了吗？大风厂不拆迁了吗？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是不是想解决？解决不了吗？好，今天我来解决。这笔钱政府出，大家认为？就这事一开始吧，从荆州城市银行到这个山水集团，他们就是勾结在一起，合伙整垮了我们大丰富士集团。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？有什么动机？怎么就把你们给搞垮了？具体说说。我还是见侯良平，我这话只能跟他说。蔡成功，有什么话呀？你跟我们说是一样的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们都可以转达给侯亮平局长。喝口水。你再想想。别动，放下。侯局长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局里的年轻人啊，肯定个个都应付你。您一说你来了，不用加班了，你都不知道给我们激动的呀！我当时眼泪水都快掉下来了。你们泪点也太低了吧！把肉丝给我拿来。不是，主要是我们真的都被加班给耽误了。比如说我吧，啊，我林华华，要不是因为经常多加班，和社会接触少，我能看得上周正那小气鬼？你就知足吧，一个只会煮方便面的女生还嫌弃周正。哎，我说华华，你家肉丝长这样，快！我以为你要带鱼呢。快，这快焦了啊！孙连成，你说说，认领多少？李书记，你定，你说出多少就是多少。屁！我让你全出，你出吗？你要是全出的话，今天这会就不开了。要是都是我们出了，那还要他们干什么？财政、维稳，你们这2块出大头，余下的小头呢，我们区里出。李书记，我不是叫苦，这个区里边实在是没有地可卖了，能卖的都让丁义珍卖完了。我们现在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这马上发工资都够呛了。你那意思，我再给你补点是吗？这市里边要是能补更好了。不是我也没敢指望去，明白就行。财神爷，表个态。李书记，市财政先想法挤个1500万吧。2000万。哎，李书记，这公安的维稳基金能出多少？不是李书记，我们这山水集团发财，我们不但维稳，你再让我们掏钱啊？1000万。孙连成，大头我都给你解决了，其余的钱由你负责了，别跟我埋怨，谁埋怨你都不能埋怨。这笔钱，给大家1个星期的期限，钱不到位，主动辞职。
不想举报了。行，我不举报了，行吗？蔡成功，你拿我们开玩笑呢？什么叫拿你们开玩笑啊？我不想举报了，我电话里跟黄连平都说了，你们要想知道，你们问他，行不行？我就是不想举报了。你先坐下，有话咱们好好聊，慢慢聊，好吧？先坐下。老实跟你说吧，因为你跟侯亮平的关系，他必须避嫌，不能参与本案。那我能睡觉吧？我这几天跟市局的人打游击战，东躲西藏的，我就没睡好觉，我困了。我睡觉的权利总有吧？好，周正，找一个地方，让蔡老板休息一下。谢啊。侯局长，好吃吧？嗯，我拿手菜还没做呢。我的饭呢？我给忘了。像你这样的，还能受你们陆处长压迫？我看你简直就是目无领导啊！那不是因为你平易近人吗？说我像厨子呗？我可没事儿，北京我们处那些小子都这么说。这也就是你。要换了我们吕副局长啊，我早就闭嘴了。我那么平易近人？不是你平不平易近人的问题，是你不变态呀。我们吕副局长变态。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说说，吕副局长怎么变态了？我还是别说了。说啊，我正好了解一下情况嘛。那我真说了啊。嗯。他那是真变态呀！我们陆处长让我们加班吧，那是没办法。他不一样啊，明明可以工作8小时就能完成的活，他非得拖成12个小时，就是为了给老纪和老林那帮领导看见我们反贪局天天加班。这检察院大楼的灯全都灭了，只有我们反贪局的灯还亮着。我们就在那儿感叹啊，吕副局长，吕副局长，你真是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啊！你就夸张吧，学中文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汉东大学中文系，咱俩校友啊。真的？那你得多关照我。安置工作完成之后，下一步，大风厂1300名职工，起码有800名职工问题得到解决了吧？是的，李书记。这个真正持有股份的员工呢，不到500人，500个人好办。股权问题，走司法程序，该起诉蔡成功的起诉蔡成功，该起诉山水集团的起诉山水集团，法院特案特办，尽快立案，尽快审理，尽快结案。王院长，这可是你的事儿。好的，李书记，我们一定依法办事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从快审理，从快判决。检察长，出了点状况。蔡成功不知道被什么吓着了，非要见到侯亮平，要不然他不愿意说。咱们怎么办？是不是让侯亮平出来啊？不行，一可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侯亮平必须要回避。现在省里市里都盯着呢，你不让他回避，这不是授人以柄吗？克服困难，继续攻下去，我相信你。啊，明白。哎呀，今天你们陆处长带头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说说他平时什么样？别说了吧，我今天说的已经够多了。
你连你们吕副局长都敢说，陆处长就不敢啊？说。那我说了啊，她就是一刻薄又刻板的老修女。我发现你评价领导挺毒舌的。我这实话实说呀。不过咱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这老陆啊，在工作上绝对是一把好手。自从我们局长出了事儿，他变得更恐怖了，那真是化悲痛为暴力啊！把女人当男人使，把男人当牲口使。嗨，哎，侯局长，我能问你个隐私的问题吗？你一定得回答我。问吧。你到底结没结婚啊？我孩子都10岁了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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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还想着你把老陆给娶了呢。哎，你胡思乱想些什么呀？还把老陆介绍给我？你别多想啊，我不是为了你想，我是为了我们大家想，省得他老拉着我们加班。我要是为了你们做了这件好人好事，这法院不得找我呀？我说你怎么那么热情呢？跑到这儿给我收拾屋子，原来你有这个打算啊！我问你啊，陆亦可、陈海，不是都单着吗？那他们俩就……我介绍过了，这陈局长不愿意啊，他想让他有一孩子，不能耽误了老陆啊。不过，他那孩子也真是够调皮的。外号小皮球。小皮球我知道，和我孩子侯浩然啊是一对难兄难弟。哎，那陆亦可对陈海就没有点意思啊？这个嘛，这个就不好说了。平常嘛，他们俩更像哥们儿。主要啊是老陆没有女人味儿。不过。自打陈局出了事儿，对老陆打击挺大的。他今天这么对你，也是怕你抢了我们局长的位置。我抢的不是位置，是陈海没有完成的工作。我们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呐。在省委常委会上，沙瑞金书记又一次提到了大风厂跟116事件，明确指出这是一起腐败引起的恶性案件。我们这里有没有腐败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肯定有没有才怪呢。丁义珍跑了。丁义珍跑了这件事啊，在大风厂工人群众当中影响挺大。据维稳办的同志说啊，他们有可能要走出厂区，到省委、省政府上访。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迫，各工作组马上进入厂，千万不能让工人走出去。记住了吗？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下，各路资金必须1个星期到位。是啊，闹出这么大动静，有啥办法？花钱消灾吧。只怕花钱也难买平安啊！这个大风厂除了那面国旗，现在又打出一个新的旗号，那字啊比厂房都大。严惩贪官，还我公道。
这人呀，心里藏着事儿，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呢？我劝你，还是说出来吧，说出来人就踏实，自然睡得着觉。蔡成功，不管你要举报谁，我们都会替你保密的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我们汉东检察院反贪局。你们反贪局长当然开车撞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俩通过一个电话，我要向他举报，可惜没能见上面。是谁告诉你他被人撞了？侯良平告诉我的。宇威饭店的，还打包。天哪，不是，侯局长，我这不是想给我们家周正带回去尝尝吗？这一天到晚啊，他们净吃盒饭了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？我们俩对天发过誓的，要有福同享。你们有福同享了，我晚上吃什么呀？你这么好的手艺也不能浪费了呀，你再炒俩新的啊。林花花啊，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欺负领导的部下。哎，我这不算欺负领导吧？这应该算是领导慰问一线办案干警了。是不是还有陆处长他们？啊，那这些也不够啊，我再做几个吧。真的，我们新局长就是暖男一枚，我现在就给周正打电话，让他们晚上别吃盒饭了。嘿嘿。其余的事，大家在这里一定给我落实好了。李书记，我还是想跟您再简单汇报一下。我还有个会。给你5分钟，办公室谈。好。什么事儿说？李书记，刚才会上呢，我提了一嘴，我没好多说啊，我怕影响不好。说。那我真说了啊。说，山水集团的高小琴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占了大风厂的风水宝地，他赚了好几个亿，他为什么不拿这4500万，反倒从我们维稳经费里出？我怎么跟维稳办的同志说？怎么跟我们公安干警交代？如果非让我拿这1000万，行，李书记。那你给我写个条，要不然我向你跟市委辞职，我没法干了。陆亦可，你就真没有办法了，非要让侯亮平出面？我再跟你重申一遍，他的正式任命文件还没有下来，从组织原则上讲，他要回避。当然了，我们退一步，从人情上讲。昨天晚上，侯亮平刚从北京飞过来，怎么着你得让他安顿一下、休息一下吧？检察长，你说的我都明白，可是具体事情具体分析，对不对？时间1分钟1分钟的过去了，我们只有24小时，耗不起啊！好吧，亦可，这事儿你让我再想想，好吧？东来啊，这1000万维稳费，你就不要出了，我来想办法吧。李书记，财政跟光明区政府这笔钱，我建议啊，也不要出。你说的轻巧，不出谁出啊？你跟我说不出谁出？高小琴跟山水集团愿意出吗？如果愿意出的话，还有大风厂事件吗？还能拖到
116事件吗？这个山水集团到底什么背景？咱就不能给压一压？怎么压呀？东来呀，还是要依法办事吧。我现在给大风厂的员工们请了2个援助律师，让他们在法庭上见。我再让法院好好查一下大风厂的权益问题，给大风厂持股员工一个好好的交代。呵，真香啊！楼道里就闻见了，开小灶呢。检察长，检察长要不要尝尝？没这口福啊，刚吃完工作餐。练平，你的手艺啊？那当然了，华华进不了厨房，这我知道。练平，你来一下。我想了解了解蔡成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哎，怎么说呢？用句时髦的话说，他就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。家境贫困，父母管教严，从小抄别人的作业，好不容易才能混到毕业。你这说的是他的简历呀，细节，能不能说点细节？细节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。细节，他学习成绩不好，留了好多级，我们才成的同学。哦，上课爱讲话，老师用胶布贴住他的嘴，让他罚站，他毫不在乎，抽空还冲我们做鬼脸，脸皮够厚的。下课调皮捣蛋，老师经常罚他在办公室抄作业，结果我们还没下课，他翻墙就出去玩。喜欢和高年级的打架，打不过人家，抹别人一身鼻涕。不过他爸打起他来可真是厉害，有时候吊在树上打，棍子都能打断，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。可他就是泼皮，无所谓，到了学校照样调皮捣蛋。你说他泼皮，我看他还有点赖皮，这二皮是不是就是他的性格特点？没错，他就是个二皮脸。可谁想到，在经商的道路上，他还闯出一番名堂。他要是拿这股劲儿对付陆亦可真够陆亦受的。哎呀，侯亮平，看来你对你这位发小老同学还是真了解呀。吃完饭了？早吃完了。好，那走。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省公安厅招待所会会你那位发小老同学。我不是得回避吗？什么都别说了，出了问题由我来负责。走吧。好啊，带点东西，跟我们走。都拿走。季检察长，胡局长，猴子，哎呦，你终于来了！别猴子猴子的，我是来办公事的，知道吗？哦，对，公事。那季检察长是吧？啊，你好。还没吃饭吧？先吃吧，吃完再说。猴子，还是你对我好。这不是在我家，一会儿录像的时候你要叫我猴子就全完蛋了，你给我记住。我知道，我记住了。吃着吃，我炒的菜。对我真好。那个侯局长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。救什么救啊？你是举报人，我是办案人，你给我记清楚了。我记清楚了，我是举报人，我举报。先吃吧。哎，我先吃。欢迎来到东卫汽车城市综合展厅，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吧。我们这边有近50款车型可供选择，而且在我们的 APP 商城里都可以看到。我们这边的支付方式也是多元化的，您可以选择全款购车，也可以选择以租代购的方式购买，首付只需10%。那够便宜的呀！是的，先生，您今天在我们现场看到的所有车型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提交申请后30分钟就可以提车了。哎，那这台车呢？女士您真有眼光，这是我们东卫汽车现在做出的一款特供车型，可以支持零首付购买，月供不到4000多，只需要付3年。哟，那我要了，我明天就来提车，谁都不许碰它啊！好的，拿什么提呀？4000还3年呢？老头啊，老头不是有钱吗？
你是怎么想到的呢？啊？好吃。猴子，我就爱吃你炒的菜。好吃啊，好吃。吃慢点。饿。好，去倒杯水。哎，我去。我去。那个吃完了，咱就开始举炮。我们大丰集团的垮台，就是因为荆州城市银行的断贷。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，就是主管信贷的副行长欧阳靖。每次我从他那拿了贷款，我都给他好处费，1张银行卡。蔡成功，说具体一点，行贿的具体数额、时间还有地点。行贿的具体数额是200万人民币，我一共，给他送过4次钱，1次50万，正好200万。时间是每年的2月底3月初，具体哪天我忘了。地点，2次在他的办公室，2次在他的家里。欧阳靖的家是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家吗？不是他市委家属院那个家，是在他那别墅区的家，帝豪苑。是荆州有名的高尚别墅区。继续说，银行卡用的是谁的名字？我妈的名字，但是我把密码告上欧阳靖了，他可以凭密码取现或者消费啊。你妈叫什么名字？张桂花。为什么用你妈的名字而不是你的？我就觉得这么做安全点。怎么样了？谁知道？伤成这样，就是。云哥，好好养伤，烦心的事别多想，想也没用。这别说话，别说话，啊！我知道你满脸都是伤，咱不说啊。有什么话，把伤养好了再说啊。程兰呐，这是8000块钱，是蔡总悄悄的送过来的，千万别往外说啊！你们2个中伤员，一个人8000，别的伤员一个人2000，记住了吗？您放心，我记住了。陈师傅，谢谢您。这时候就不说谢的话啊。陈师傅，我想求您件事儿。你说。我想借二云姐当年那辆3轮车用一用。干什么呀？你也想上啊？省你他妈当年那样，推着3轮车去买早点呢。是。您看，文哥都烧成这样了，我们一家3口又都在大风厂，总得活人呢。你还说什么借的话呀？那3轮车就送你了。不过你记住了啊，现在这个城管比过去可严多了，一逮着就收车。你放心，我会躲着他们的。要是真的被收车了，我赔你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程兰呐，我这些日子我想，咱们能不能大伙儿再组织起来，2次创业？咱们能不能再成立个什么公司啊？那感情好啊，师傅。您是能人，您是诗人，那我们大伙儿可就靠您了呀！我还得去看看别的人啊，你照看好文哥，
休息啊。哎呀，千万别激动啊。曾主席，先到这边啊。曾主席，你可来了，你可来了，来吧。怎么样？上了马中啊？哎呀，那我们上了这么久了，听我说啊，大家可都受苦了。对。那个蔡总呢，让我代表他来慰问大家。谢谢。给带了一点慰问金来，我现在呢给大家都发一下。谢谢。一个伤员2000块钱。诸位，病人还要休息，麻烦你们有什么事情出去谈，不要吵到病人休息。哎，好，来，咱们外面说，外面说。这新来的省委书记不可小觑啊，他把陈院士请来，为我们上了一课，讲历史，讲传统，讲精神。这说来说去，不动声色的就否掉了前任书记留下来的这批干部。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吗？新官上任，不都是这一套吗？但我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来否定啊！他还对汉东干部队伍的现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看来要有大动作了。这老日子怕是过不下去了。过不下去才好呢。汉东早就该彻底整顿了，太不像话了。是，陈岩石过去说的没错，现在的干部风气是败坏了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这干部队伍素质的下降，也就这10来年的事儿嘛。这些年，这经济上去了，各级政府有钱了，贪腐就愈演愈烈。你的意思，腐败和经济发展这关系还挺紧密？那当然了，事实就是如此。过去政府没钱呢，想谈也谈不了。这什么观点呢？解放初期国家那么穷，张子善、刘青山不是照样贪吗？这跟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说，对贪腐也要历史的看。最初有人提出来，用货币购买权力，把权力撕开一个口子，以发展经济。所以有人就认为，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发展，这贪腐还有一份功劳呢。因为贪腐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，突破了现行制度的某些约束，很多事情可以特事特办了。高老师，你这是谬论。且不说贪腐对人心道德的伤害，长远来说它也是难以为继的。就像吸毒，吸得越多，死得越快。你这种观点我当然同意了。人的贪欲一旦打开，想收都收不住。过去啊，是收钱就办事儿，可现在呢，不收了，也不办事儿了，多可怕！怎么得了？那不能因为……喂，啊，童伟啊，你高老师在？好，你过来吧。祁同伟。哎呀，你要让他过来干什么呀？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就不想让他过来，让他去改换门庭吧。当年为赵立春哭坟，哭的寒冬干部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直到这次常委会，我还在帮他解释呢。他倒好，新书记一来，居然跑到陈岩石那儿挖地去了。我早就跟他说过，陈岩石是我的第一位上级，又是陈阳、陈海的父亲，对他有过帮助，要知道感恩。可他就是不听。当然了，他知道陈岩石得罪人多，又不受赵立春待见，他当然躲得远远的了。现在呢，他知道陈老和沙玉金的关系，就屁颠屁颠的跑到陈老那儿套近乎，没想到让沙玉金撞了个正着。你说说看，丢不丢人？哎呀，这话说起来，也不能怪别人。怎么了？
要怪就怪你自己。你要是当上省委书记，他不就跑你这儿来拍马屁了吗？吴老师，这时候说这种话有意思吗？如果你举报的是事实，那么我问你，你既然每次贷款都按照点数行贿，那为什么这次欧阳菁忽然给你断贷？这不合理啊！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呀。我推测啊，这欧阳菁一定是有了大于我这50万好处费的利益，甚至于这个好处费惊人，他才会断我的贷。你不要推测，不要推测，你说事实。事实就是，我以过桥贷款的方式向山水集团贷了5000万，讲好的用6天，日息是4/1000，用我们大丰厂的全部股权质押。也就是说，6天之后，如果荆州城市银行把预定的贷款放下来，你们大丰厂就可以把山水集团5000万的过桥费给还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问题就出在这儿啊！这欧阳菁突然变卦了，不给我们贷款了，那我们借山水集团这5000万高利贷就还不上了呀！啊，他这高利贷就从5000万变成6000万、7000万、8000万，3个月以后，这荆州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质押协议，就把我们的股权全部判给了山水集团，那就把我们大丰集团推上绝路了呀！那我问你，欧阳菁不给你们贷款，违反了哪条法律？他作为荆州城市银行主管副行长，有没有贷款和不贷款的权利啊？对，他有这个权利。我今天来举报他的，就是他从我这儿收了200万人民币的贿赂啊！我举报的是这个。他也不想想，他这份忠心，人家能接受吗？就他那点雕虫小技，还能逃得过陈岩石这种老同志的法眼？他以为他聪明吗？他认为别人都是傻子。说到底，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，但是最缺的就是忠诚的人。又来了。欧阳菁没有批准荆州城市银行给你们放贷，你们为什么不找别的银行？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，这些国有大，还有许多股份制银行，像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，你们能找的银行有很多啊。不是猴子，我跟你说，哦，侯局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对这个荆州的这银行啊，你不了解。这个国有大银行和股份银行是不给我们这种民营企业放贷的。这些年啊，我只能从荆州城市银行和汉东农村信用社贷款。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农村信用社去贷款呢？我贷了呀，农村信用社已经批准我们6000万贷款了，都过会批准了。这欧阳菁突然打个电话，人家就不贷了，说是风险控制部门没有批准。你能确定是欧阳菁打了这个电话吗？我确定，欧阳菁这个电话是打给汉东农村信用社一把手、书记兼理事长陈天和的。你们可以找陈理事长了解啊。老师，这个新来的沙书记，不会是要搞一个沙家帮吧？什么沙家帮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您就别瞒着我了。省委常委会一散，我就都知道了。除了一个外来的侯亮平，本省的干部一个没动，全冻结了。你消息蛮灵通嘛。老师，我要感谢您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您顶着那么大的压力，为了我仗义执言。大康书记过分了吧？我平时小心谨慎，看着他的脸色，我就差把他当爹供着了。他居然在背后来了这么一个……别说了，还嫌我这老脸丢得不够是吧？侯局长，陆处长，我现在就是认定这欧阳菁是伙同山水集团做局坑我们大丰集团。我这不是推测啊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高小琴的山水集团拿了我们公司的股权，就是拿了我们公司这块地。他们知道规划，知道我们公司这块地划为了高档住宅用地。你说的是结果，不代表它是事实。陆处长，让他说，继续。事实就是光明峰大开发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我知道，厂里员工知道，厂里员工都以为开发的以后呢，手上的股权就值钱了。谁也没想到，
山水集团会拿我们做局啊！其实啊，这企业之间啊，拆对一些这个贷款，以过桥的方式，来走账，这很正常，你知道吧？也怪我大意了，是我坑害了我们这些员工。我刚才还跟你吴老师说起你，在学校那会儿你多单纯呢，啊！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陈岩石那儿跟你说好了不要去，你还是去了，给人当了花匠。你不用解释，陈老没告诉我什么，也没向沙书记告状，是你自己让沙瑞金同志给撞上了，是吧？你觉得有意思吗？老师，这件事我希望您还是能够理解我。我太想进步了，太想进步了。那你还大喊什么沙家浜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哎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想有个沙家浜，可以马上投靠入伙啊？老师，您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了？我让你不要胡说八道，不利于团结的话千万不要说，尤其涉及到沙书记。一个共产党员要有党性，领导干部要有人格。我告诉你，新书记来的正好，来的正是时候。撼动的党风政风，包括社会风气，是得变一变了，再不变，老百姓得骂娘了。